欢迎收看第1165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简单跟大家聊两句关于江泽民啊。我看大家最近都在看这部纪录片啊，12集，我还没看。但是呢，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啊解读，说这是在释放一种政治信号啊。哪种政治信号呢？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啊。一种声音认为呢，是习近平准备要重新开始改革开放了。还有一种声音呢，认为对于江泽民的这个大肆纪念啊，包括纪录片的上线啊，是这个中共的高层啊，所谓的深层政府啊，那些元老啊，用这个事儿在敲打习近平。我觉得这两种声音啊都不对啊，因为这部12集的纪录片啊，它是由中宣部啊，然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广电总局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高规格、非常正式的一个中央政治工程，所以它就不可能摆脱现有的这个最高权力架构啊，去释放另一种政治信号，不可能。那我觉得更值得解读的其实是过几天，8月17日的时候啊，应该是会有一场纪念他的大会嘛，对吧？那习近平在那场大会上会发表怎样的这个讲话？那个讲话里的措辞其实值得研究，就是对于江泽民的政治遗产，他主要提哪些部分啊？着重的讲述哪些部分？因为他总归是要把江泽民的这些政治遗产纳入到习近平他自己的一个政治叙事里，对吧？所以他选择哪些，这个才是一些可以分析的政治信号啊。我觉得关于对于江泽民的这个怀念啊，很多人怀念他哈。当然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挣到钱了啊，生活开始改变，然后中国也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啊。当然了，最后就是由于他在任上的一些做法啊，包括后面选择接任人的一些做法啊，导致这扇门呢又关上了。现在，我觉得我个人对于他呢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讨厌起来，有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了。就是因为他和我的外公啊长得太像了啊，无论是这个五官啊，戴上眼镜儿，包括这个身材，包括到一个环境里啊特别活泼啊，喜欢载歌载舞，这都非常像啊。当然这个只是题外话啊，我还是会客观的去评价江泽民的。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先来聊聊啊。就是说呢，很多人拿这个江泽民跟习近平去做比较，是吧？因为习近平特别喜欢看书皮儿，看了非常多的书皮儿。那其实江泽民也特别喜欢看书啊。网络上现在流传这样一张他上学时候去图书馆的这个借阅这个书籍的这个清单啊，我们可以在这儿分析一下。这个呢，从这个清单上来看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些不是他课程的指定书目啊，你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知识野心的人啊，他等于是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完整世界模型啊，他会这么去选择这些书啊。我们先来看看，比如说，当然有他本专业的硬核知识，是吧？他是一个工科生啊，你看他看这个电工原理。热力学原理啊，机械原理这些书，对吧？所以他认知世界的根基呢，当然是包含这些工程、数学、物理的知识。但是你看啊，他也看经济学啊，东亚经济政策这些书，这是一个什么转变呢？就是他从机器如何运转啊，过渡到说想要理解社会如何运转啊，这是关于经济和制度的。那同时他也看哲学和逻辑方面的书啊，实践论、矛盾论，是吧？等等这些立体几何学什么的，那这个就是一些对于他抽象推理的这种需求啊，这是一种工具书了啊。那他还看什么呢？文学类的书啊，像《恋爱的妇人》啊，《两条血痕》《春天归来》什么的，就说明他除了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他也在接触情感呀、文学呀，包括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他也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去理解啊。那他还看这个历史方面的书啊，像俄国革命啊、世界真文，这完全他的视野超出了他当时的这个所学的专业和他当时的生活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书单呀，非常值得去讲，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文理科边界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都纳入他的阅读范围，这也是我之前一直去
鼓励大家去这么做的，对吧？这不只是爱读书而是说他有一个很强的他的这种认知的这种扩张的欲望他在主动的去涉猎不同的领域他就非常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所以你看他是从11月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12月这22本书这还能说明他有一个持续性阅读的习惯，对吧？有的书他借了几天就还了，有的是1个月就他是真正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所以我觉得关于江泽民的一个人物侧写吧，我们可以从这张书单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是一个工科出身，那数理基础比较强求知欲旺盛，阅读这个非常跨界的这么一个人对经济、政治、历史，他都产生这种系统性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这个他的一些本科的技术训练而去排斥文学和人的情感世界，对吧？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这个非常难得，非常值得去讲一讲。那当然了，这个对比习近平我们就不过多分析了这个完全是2个不同层次的人。我觉得关于江泽民我们不想做今天这么一期节目去回顾然后去夸赞他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就关于他任上现在这个争论最大的一点吧，我们今天最后聊聊这个事儿，就是法轮功，对吧？取缔法轮功这个组织做的对还是不对？那我怎么看我觉得取缔法轮功和以什么方式去取缔它，这是2个必须拆开来的问题。现在很多海外的这些反共人士尤其是法轮功轮系的人就是把这2件事完全混在一起了。那我觉得今天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因为如果不拆开来看，就很容易变成2个极端了就要么就是反对镇压然后把这个法轮功本身去美化，对吧？这是一种极端。另一种极端就是说法轮功有问题所以这个中共江泽民的这个取缔是正确的，那你等于就在替国家这个暴力背书嘛。所以这2者呢，这2个极端我觉得都不对。如果站在一个世俗国家治理的角度当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烈精神权威然后超自然信念和大量追随者的这么一个团体法轮功迅速扩张的时候，政府对它进行监管甚至限制活动，这个是有正当性的。尤其呢，这个组织还涉及什么医疗这些宣称的问题未成年人的问题、经济活动的问题、组织透明度的问题，以及在一个公共场所的秩序的问题，包括这些成员能不能自由退出，有这么多问题存在的时候，国家本来就有介入的责任我不认为就是1999年中国政府对法轮功是完全不应该管的，我认为该管，对吧？你对这种大型的我们叫准宗教或者这种精神这个修炼组织你对它进行规范，对吧？你甚至在具体的一些违法的情况下取缔它的相关的活动，你在公共治理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中共应该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去依法治理的社会问题，但是他逐渐把这个事情呢变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敌我化的全面镇压了，这个是问题。就是管法轮功没问题，但是你用什么制度管，有没有法律边界你这个手段是不是突破了这些边界，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对吧？你说国家对于整个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组织扩张、医疗迷信公共秩序这么多问题，你去限制、依法取缔，当然合理了，对吧？但是你跨过这个法治边界之后，全面打击，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这2件事是可以同时做到的，就是我既不纵容那些带有邪教式特征的或者伤害性行为的组织我不纵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你练功或者这么一个身份，我就剥夺你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对吧？所以我觉得借用江泽民
最近啊又火了，是吧？借尸还魂了，我们就借这个事儿把法轮功这个事情讲清楚，就是取缔一个组织和具体的迫害某一个信仰者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是完全要拆开来看啊。这两个问题长期被法轮功混淆在一起啊，我希望可能借这个节目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行吧，那就让中共继续纪念江泽民吧。啊，我觉得17号的那个习近平啊那个大会的讲话，如果有什么值得分析的，我再做一期节目啊。如果没有，就这样了。感谢收看、订阅、分享。